曾经他是一个王者，把大唐送上巅峰，后来竟在1天内连杀3个亲儿子，霸占儿媳。李隆基究竟受到了什么刺激，做出如此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古时候的人常常说母凭子贵，但如果父亲的地位不高，母子都贵不起来。于是呢，年少的李隆基可以说是替父亲操碎了心，因为那时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只是一个傀儡皇帝，有实名无实权，真正掌握朝中大权的实际上是祖母武则天。公元690年，武则天不再满足于垂帘听政，直接废除当朝皇帝李旦，改国号为周，当起了前所未有的女皇帝。第2年呢，李旦更是惨遭软禁，李隆基和兄弟也受到牵连，被关了禁闭。这一关就是10余年，也许是深感到政局动荡不安，世事无常，今天还能呼吸，明天可能就要归西。于是李隆基十分清楚，想要在皇宫中生存，就要培养自己的势力。于是他始终小心谨慎，步步为营，与父亲的逆来顺受截然相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武则天有心无力，无法再处理朝中大事。公元705年，李显等人看到机会，发动神龙政变，逼迫武则天退位。可惜历经尔虞我诈的李显实际上是个憨货，尚未没过多久就被自己的媳妇儿韦皇后毒死了。虽说韦皇后也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但可惜智商与野心不匹配，妄想成为第2个武则天的她过于急功近利，不等自己的势力巩固下来，就大肆谋害朝中元老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李隆基也不是吃素的。在得知李显被韦皇后等人毒杀以后，李隆基联合自己的亲信和姑姑太平公主，发动唐隆政变，铲除了韦皇后一等人。因为除掉反贼有功，李隆基被拥立为太子。可能是因为遗传，身为武则天女儿的太平公主也有一颗狼子野心。知道哥哥李旦没有太大的欲望，太平公主呢就把目光放在了李隆基这个劲敌身上。好在李旦喜欢让位，于是李隆基早早的就坐上了龙椅。上任不久，李隆基先发制人，借机将太平公主及其党派全部处死。清除内乱以后，李隆基开始着手治理国家。因为有曾祖父唐太宗打样，李隆基知道任用贤人才是国家的兴盛之道，于是广纳张九龄、韩休等得力干将。这些人呢，就像是一块砖，哪里有需要就往哪儿搬，始终是恪尽职守，尽心尽力地辅佐李隆基。一时间，唐朝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、军事都十分强大，出现空前盛世，史称开元盛世。李隆基呢，也受到群臣百姓的爱戴。开创盛世的李隆基后来为何惨遭百姓痛骂？他究竟做了什么口碑直线下降？俗话说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大唐的盛世让李隆基沉浸在了安逸的生活中，可能是想到自己奋斗了半辈子，不能享受一下都有点对不起自己。于是呢，李隆基沉溺在声色之中，无法自拔。什么是励精图治？什么是爱民如子？都是浮云。后来李隆基贪图享乐，常常与自己的爱妃们醉生梦死，渐渐不怎么管理朝政，也不关心国家大事。这时呢，有许多忧国忧民的官员对李隆基进行劝谏，也许是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成熟的老者了。对于那些苦口婆心的劝告，李隆基很是厌烦。这时为祸朝廷的奸臣李林甫见缝插针，抓住机会成功上位。与那些忠臣不同，李林甫善于揣测李隆基的心思，很会拍马屁。李隆基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。一次，李隆基被李林甫哄得十分高兴，当即下令要立李林甫为相。这时忠心耿耿的张九龄站出来对李隆基说，这个宰相之位关系着国家的发展，如果皇上执意要立李林甫为相，恐怕会危害国家，忠言逆耳。这话李隆基可不爱听了，不仅没有接纳张九龄的劝谏，还于公元736年下旨罢免张九龄的丞相之位。没有了张九龄这个阻碍，那些跳梁小丑的真面目慢慢显露出来。
首先是胡人安禄山，因为跟随唐军平定战乱有功，被朝廷授予官职。这个安禄山呢，善于投机取巧，常常花重金收买官员，为他在李隆基面前美言。但是要想在皇帝身边立足，这些还不够，他需要有分量的高官推举自己。于是呢，他一开始把主意放在了张九龄的身上。安禄山每次到京城，一定会去拜访张九龄，但阅人无数的张九龄一眼就看出了安禄山是个奸佞小人，只说了一句：以后祸害幽州的必定是你安禄山。后来事实证明，张九龄是一语成谶。眼看张九龄不为所动，安禄山找到了李隆基的宠臣李林甫，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把李隆基哄得乐呵呵的。公元737年，国内发生了一件震惊上下的大事，那就是3位皇子，包括太子在内，被李隆基下令处死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原来啊，在一天晚上，太子李英听到宫中太监在呼喊抓贼，于是连忙穿盔戴甲，叫上自己的2个兄弟进宫护驾。谁知刚进宫就被自己老爹的护卫抓住，还被诬陷要谋反。兄弟3人简直比窦娥还冤。李隆基也是个老糊涂，竟然直接下令处决3人。可怜3兄弟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，就这么丢了性命。俗话说虎毒不食子，晚年的李隆基为何做出如此荒唐的事呢？原来李隆基的宠妃武惠妃生有一子名叫李茂，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，武惠妃整日给李隆基吹枕边风，再加上有奸臣李林甫的帮助，几人策划了一场天衣无缝的行动，将太子等人一网打尽。随着太子等人的落马，武惠妃高兴坏了，他的儿子李茂终于有机会当上太子。可是世事无常，还没来得及看到儿子上位，武惠妃就病死了。李隆基十分伤心，整日茶饭不思，夜不能寐。虽然后宫有佳丽3000，可人家李隆基只愿意吊死在一棵树上。还好这时女神杨玉环出现了。虽然杨玉环是儿子李茂的妃子，可是爱情至上，就算是儿子也不能阻挡老子的爱情。可怜李茂不仅头戴绿帽，最后更是到死都没有当上太子。和杨玉环在一起后，为了博得美人一笑，李隆基这个大情种做了许多荒唐的事，不仅不理朝政，更是整日与杨贵妃厮混，两人饮酒作乐，作诗唱曲，好似一对神仙眷侣。而这些呢，都为李隆基的荒淫添上了一笔罪证。除此之外，李隆基爱屋及乌，还大力封赏杨玉环哥哥的杨国忠和几个姐姐，为唐朝后面的祸乱埋下了伏笔。公元740年，张九龄病逝，失去了张九龄的李隆基就宛如失去了双眼，活在李林甫、安禄山、杨国忠这些奸臣编织的美梦里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公元755年，安禄山趁着唐朝国力衰弱，直接带领军队在范阳造反，史称安史之乱。之后的李隆基依旧听信谗言，处死了忠臣名将，导致仓皇出逃避难。到了马嵬坡，将士发生哗变，联名要求处死杨贵妃。盛世美人点缀，乱世美人顶罪。在众将士的逼迫下，李隆基只得忍痛赐死杨贵妃。没过几年，安史之乱被平定，李隆基主动退位，当上了太上皇。有人疑惑，为何晚年的李隆基性情大变？这也许与他从小的生活经历有关。皇宫里的明争暗斗让李隆基的神经时刻绷紧，为了争夺皇位，父子互相计算，兄弟自相残杀。他深知在权力面前谁都不能相信。回顾李隆基的一生，可以说成也女人，败也女人。